大豆看似平凡，却是人类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甚至超越了主粮。它非常古老，却充满了科技与狠活。我们每天喝的豆浆、吃的豆腐、涮火锅的豆芽都离不开它。它还是巧克力、人造肉，甚至是塑胶和橡胶背后的神秘原料，更是猪肉和鸡肉的养分源头。大豆含有人体所需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营养价值堪比肉类，而且它还提供了全球超过1/4的植物蛋白。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占全球油料产量的1半以上。榨完油剩下的豆粕是食品和工业原料。但其实对人类而言，大豆的固氮能力更具价值。它不仅让大豆实现了肥料自由，还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了重要的氮元素。不过，大豆的这个超能力曾经险些消失，怎么回事呢？大豆真的只是你想象中的那颗豆子吗？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大豆。豆科植物是被子植物界的3大巨头之一，仅次于菊科和兰科。大豆是豆科大豆属的重要成员，它的老家就在中国。那么它是怎么成为人类粮食的呢？时间回到大约2950万年前，一种叫做菜豆的植物率先和大豆分化。到了约2300万年前，一种叫做木豆的豆科植物也和大豆分道扬镳，开始独立进化。最后和大豆分家的是野生大豆，时间则要追溯到80万年前。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大豆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发现的8000年前的野生大豆遗存，而真正被人类栽培的大豆出现在距今约3500年前。通过分子生物学和考古学证据，我们现在知道大豆是从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如今，大豆已经发展出了约1000个栽培品种，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作为大豆的祖先，野生大豆并没有灭绝，现在野外还能找到野生大豆的身影。那么从野生到栽培，大豆经历了怎样的优化和升级呢？总体来说就是直了、大了、不裂了、黄了、油多了。植株由外生变成了直立生长，豆荚和种子更大更饱满了。成熟时豆荚不会自然炸裂了。另外，科学研究还发现，驯化让大豆有2个深层次的变化，一个是种子的颜色由以黑色为主，变成以黄色居多。再就是驯化大豆含油量更高了，但蛋白质含量更低了。虽然野生大豆有一些短板，但它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野生大豆是国家2级保护植物，是重要的种植资源。根据科学研究，人类在驯化大豆时，可能只选择了少数个体，导致驯化大豆的基因比较单一。也就是说，大部分基因多样性被保留在了野生大豆里，所以它是培育高产优质大豆品种的重要种植资源。不过说到大豆，它的名字原本不叫豆，《诗经》中有中原有书，树名采之的记载。所以大豆原本叫书。那么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周代，豆其实是一种食器和礼器，后来豆这种器具被用来盛装粮食，包括大豆，渐渐的豆就成了书的代称。人类对大豆的食用始于一种叫做豆饭或羹的食物。古人把采摘来的大豆晒干后煮熟就是豆饭，而把大豆的叶子煮成汤就是或羹，或就是大豆的叶子合在一起就是豆饭或羹。豆饭或羹虽然能填饱肚子，但却算不上美食，而且还有个不大不小的副作用，吃多了容易胀气。这是因为大豆里含有棉子糖、水苏糖等低聚糖，而人体缺少一种叫做阿尔法半乳糖苷酶的酶，没法直接消化这些糖，结果这些糖在肠道里被细菌发酵，产生了大量的气体，包括氢气、二氧化碳，甚至还有一些甲烷，吃多了自然就会胀气。但是古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大豆的利用，很快他们就掌握了一种黑科技——发酵。通过发酵，古人制作出了豆浆、豆豉和酱油。豆浆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王充所写的《论衡》里。通过发酵，大豆中的氨基酸生成了酸类、醇类、酯类等风味物质，赋予了豆浆独特的酵香和焦糖风味。同时，发酵还让大豆中的蛋白质和糖类分解，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而今天我们熟悉的炸酱面、京酱肉丝、黄瓜蘸酱，其实都传承自豆浆。在那个缺盐少油的年代，豆豉更是成了必不可少的调味料。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墓葬里发现了一个盛装着豆豉酱的大口罐，可见豆豉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出人意料的是，在制作豆酱的过程中，古人发现了豆酱汁液的独特香味，这就是最早的酱油。不过酱油这个词直到南宋时期才正式出现。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酱油的酿造工艺。
可以说，酱油的诞生是古人对大豆开发的又一次升级。如果说发酵是人类对大豆的初级开发，那么石磨的出现可以说是一场技术革命，它让人们对大豆的加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豆浆、豆腐等经典美食也因此诞生。到了明清时期，豆浆、腐乳、腐竹等大豆制品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豆腐的出现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得多，至少在东汉晚期，豆腐就已经登上了古人的餐桌。豆腐的诞生，石磨功不可没，但真正让豆腐成型的关键，却是一种叫做点卤的神奇步骤。点卤可以说是古代的科技与狠活。点卤用的卤水一般是用盐卤或石膏制成，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叫做凝固剂。如果你有制作豆腐的经历，一定会知道，豆腐的前身是豆浆，豆浆中的蛋白质胶体微粒带有负电荷，同种电荷的排斥力让蛋白质无法凝聚成块。点卤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加入卤水后，阳离子中和蛋白质的电荷减弱它们的排斥力，使它们相互凝聚，形成豆花。再经过后续加工，就成了我们熟悉的豆腐。更神奇的是，这些凝固剂不仅帮助豆腐凝形，还赋予了豆腐独特的口感。比如，用盐卤点出的豆腐通常比较硬，而用石膏点出的豆腐则更加软嫩。这是因为盐卤中的阳离子会迅速中和负电荷，蛋白质分子迅速聚集，水分被挤出较多，因此比较硬。而石膏中的钙离子与蛋白质结合的速度较慢，水分被保留在了蛋白质网络中，豆腐含水量较高，因此较软嫩。可以说，点卤不仅是豆腐制作的灵魂步骤，更是古人的科技与狠活。与很早就对大豆蛋白质开发利用不同，对大豆油的利用则晚了许多，直到明清时期才被大规模开发利用。大豆油主要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存在，它被包裹在一层膜里，形成直径为0.2到1微米之间的微小油滴。这层膜不仅让油滴在水性环境中保持稳定，还为其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使得石磨无法有效地破坏它，只有通过冲击或压榨等强力手段才能破坏这层膜，提取出豆油。明清时期，榨油机技术有了突破，人们这才终于吃上了大豆油。同时，榨油还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副产品。第一个就是很多人熟悉的豆饼，也就是豆粕。做期货的朋友应该对它不陌生。豆粕含有80%到90%的蛋白质，明清时期用作农田肥料，而现在则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和动物饲料，比如喂猪和鸡。冲击和压榨技术提高了榨油效率，但仍然有30%到40%的豆油无法有效提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科学家赫尔曼·鲍尔曼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油类提炼方法——净出法。简单来说，就是用一种合适的溶剂把藏在大豆里的那些微小豆油分子吸引出来。这种工艺不仅让大豆油的提取率提升到90%以上，还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重要物质，它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豆卵磷脂。1846年，法国化学家西奥多·哥布里在鸡蛋蛋黄中首次发现了卵磷脂，它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有益，是一种热门营养品。但是从动物体内提取卵磷脂难度极高，正是通过前面提到的净出法，人们从大豆中提取了类似的物质。每颗大豆含有1.64%的类似物质，是卵磷脂的主要来源。而且卵磷脂具有清水和清油的双氢性，是食品、饲料、制药和化妆品等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乳化剂。此外，大豆中还蕴藏着另一种重要物质——黄体酮。黄体酮又称孕酮。20世纪初，科学家就发现它会影响女性孕期健康，但是从动物体内提取产量极其有限。1939年，美国化学家珀西·朱利安发现，从大豆中提取出的大豆甾醇可以转化为黄体酮。这一发现为黄体酮的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大豆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但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散发出特别重的豆腥味。豆腥味的罪魁祸首是大豆中的一种酶，叫做脂肪氧化酶。脂肪氧化酶会催化大豆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正己醛、正己醇等挥发性物质。这些物质就是豆腥味的元凶。想要去除豆腥味，其实也很简单，通过加热可以让脂肪氧化酶罢工，失去活性，减少氧化反应，豆腥味自然就减轻了。另外，大豆皮中含有较多的脂肪氧化酶，去皮可以直接减少豆腥味的来源。当然，育种技术可以培育出不能产生脂肪氧化酶的大豆品种，从根源上杜绝豆腥味。大豆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却有一个硬伤：单产低。据史学家推测，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豆的单产是小米的3到4倍，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小米成了主粮，
大豆的种植比例从战国时期的25%直接降低到了8%，逐渐沦为杂粮。今天，中国大豆的单产只有水稻、小麦等谷类作物的1/3，每年更是需要进口约1亿吨大豆，占国内大豆需求的80%到85%。不过，这并非大豆不争气，而是因为水稻、小麦经历了绿色革命后单产大幅提升。水稻和小麦是通过矮化和密植来大幅提升产量的，但大豆却不能照搬这种模式。水稻和小麦的种子集中在植株顶端，降低株高对单产影响不大。玉米的种子虽然在中部，但谷穗通常只有1到2个，降低株高对单产影响也较小。而大豆的种子遍布整个植株，一旦降低株高，单产就会大幅下降。所以，要提高大豆的单产，育种就成了关键。在经历了驯化育种、传统杂交育种和分子育种之后，出现了一种叫做设计育种的全新育种技术。它通过对物种基因信息的精准解析与深度编辑，可以直接操控目标基因的功能和表达，相当于直接定制性状。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定向培育出单产高、抗性强、品质优良的大豆品种。而202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基因编辑技术，则为设计育种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支持。不过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基因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研究发现，与大豆产量相关的基因，不仅控制籽粒的大小，还影响大豆的品质。它在让籽粒变大、含油量上升的同时，也会导致蛋白质含量下降。这也是野生大豆籽粒小，但蛋白质含量高，而油含量低的原因。因此，在育种中需要找到平衡点，这多少有点哲学意味。大豆除了提供大量的豆油和蛋白质，还有一个广为人知但曾经险些消失的超能力——固氮。我们都知道，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是通过与土壤中的根瘤菌合作来完成的。根瘤菌进入大豆根部，形成一个个小型的氮肥工厂——根瘤。根瘤菌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可以利用的氨，为大豆提供宝贵的氮营养。而大豆则通过光合作用为根瘤菌提供必需的有机物，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让两者都能茁壮成长。但实际上，要实现这种合作并不简单。研究表明，固氮根瘤共生需要超过30个基因的协同作用，而且只有细菌和古细菌才有固氮能力，真核生物无法独立固氮。那豆科植物的固氮能力是怎么产生的呢？科学家发现，固氮和节瘤相关的基因并非豆科植物的专利，这些基因早在豆科植物的祖先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追溯到绿色植物的共同祖先。最初，这些基因仅参与氮代谢等基本功能，在早期陆地植物如苔藓中，它们的功能逐渐扩展。到了被子植物的共同祖先，这些基因经历了功能分化，为共生作用奠定了基础。不过，固氮根瘤共生的能力仅限于被子植物的4个目种：豆目、壳斗目、蔷薇目和葫芦目。即便是在这些植物中，绝大多数物种也未能发展出与根瘤菌的合作关系。就连部分可固氮的豆科植物也差点丧失固氮能力。研究显示，固氮基因在植物进化史上曾多次出现和丢失，其中的原因是在富氮环境中维持根瘤共生的代价，如提供碳源和建立根瘤，超过了收益。许多植物干脆放弃了固氮能力。更有甚者，有一类作弊细菌趁虚而入，它们进入根瘤却不合成氨，反而掠夺植物资源，进一步削弱了共生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植物都这么洒脱。迫于环境压力，在低氮环境中，部分豆科植物不仅保留了固氮能力，还进一步优化了相关基因的调控机制，实现了氮肥自由。豆科植物共生固氮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提供氮肥，氮元素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蛋白质则是生命体的基石。人类主要通过食物中的蛋白质获取氮元素。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蛋白质需求增加，对氮元素的需求也随之攀升。豆科植物通过共生固氮，为人类提供了可持续和免费的氮来源。据研究估算，豆科植物贡献了全球生物固氮总量的60%到70%。如果没有这些植物，人类每年将需要额外消耗2.88亿吨燃料来生产氮肥。另一方面，氮肥的过度使用带来了环境负担，如水体富营养化和土壤退化。光2019年，全球氮肥消费量就达1.08亿吨，它对环境的影响又有多大呢？当然，关于大豆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聊到，如人造肉、油墨、布料、塑料和橡胶等，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补充。大豆这颗看似普通的豆子，凭借其固氮能力，在全球农业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不仅是植物蛋白之王和油料老大，
更是古代高手，是超越主粮的存在，是人类应对粮食危机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武器。下期视频我们来聊番薯，这个被很多人打抱不平的主粮，到底能不能做主食呢？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感兴趣的同学记得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一起揭晓答案。